你醒了，睡得怎么样？哇，日出！这好像是一块男士的手表，不太像是你的表啊。咦，哦，这么紧张，一定是有什么故事的。长青小姐，说来听听吧。你想知道啊？傻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叔叔，爸爸，你回来了。露营好玩吗？好玩。你又没去，你怎么知道？李佳，哎，我有点事情想和长青说。啊，那我就去看看阿彩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。喂，长青啊，来，你看啊，长青，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幅画怎么会在爸爸这里？难道又是丁雅琴搞的鬼？长青啊，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爸爸，你为什么要给我看这幅画呢？你阿姨说，这是你最喜欢的画。我最喜欢的画。爸爸，其实这幅画是谁送给我的，我都不记得了。当时在医院的时候，丁阿姨拿着这幅画问个没完。你也知道，我当时很讨厌她的，然后我就是上次把它扔进了垃圾桶里。后来是容妈帮我捡起来，又帮我粘好了。她说，这是我以前最喜欢的东西了。爸爸，你说失忆的人是不是很可怜？连以前最喜欢的东西都不记得了。对了，爸爸，这幅画为什么会在你那里？是不是有人偷偷跑进我房间了？哦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其实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阿彩在整理你房间的时候啊，无意中发现的。那天呢，我刚好看见，还以为你想起什么了，就先把它收了起来。看来啊，爸爸是空欢喜一场。本来我以为你已经恢复记忆了。对不起啊，爸爸。我也想赶快恢复记忆，可是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一点效果都没有。嗨，傻孩子，说什么对不起啊？恢复记忆的事情啊，急不得的，你慢慢来啊。过几天等爸爸有空了，再陪你到医院去复诊一下，好吗？哦，对了，长青，上一次那份股权转让协议，我们不是没有签成吗？我已经约好了王律师了，让他明天来公司一趟。明天我们就把合作协议签了，好吗？最近呢，爸爸在公司的情况不是很好，爸爸希望能够尽快把这件事情解决。我到底该不该相信爸爸？爸爸到底和欧叔叔的死有没有关系？长青啊，你放心，这份股权转让协议只是帮爸爸渡过难关用的，暂时由爸爸代管而已。等你满25岁了，爸爸一定把这些股份全都还给你。你能相信爸爸吗？我愿意相信爸爸，因为爸爸是长青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如果我不相信爸爸的话，那我还能相信谁呢？谢谢你，长青。
谢谢。来，长青，上车。哎呀，有个文件忘记带了，我回去拿一下。哦，王叔，等一下。好。潘先生，之前帮你跟踪欧海洋，结果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应该额外补偿我一笔，给我汇个100万吧，怎么样？我这人呢，脾气不好，把我惹急了，我就把你交代我的事情公布到网上去。欧海洋是在我跟踪他的时候，为了摆脱我而出的车祸，这事儿你可脱不了关系。好了，老王，开车吧。好。王律师，来了。董总，沈小姐，你们都来了，材料我都准备好了。好，来吧，长青。董总，您看一下。好。长青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啊，我可能是有点晕车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慢点啊！拼命让自己不去看，不去想，不去相信那些丑恶的事实。可现在，那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。爸爸，欧叔叔是你几十年的同事和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居然把尔虞我诈那些丑恶的招数，全都用在自己的女儿身上。长青，长青，你怎么了？长青，长青，你怎么了？你跟我说你怎么了？你别吓唬我，你跟我说你怎么了，长青？李佳，我现在只有你了，我该怎么办？长青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你现在一定要振作起来，你要冷静，冷静。我们要想办法，可我们要想的白叔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？我们要想办法，我们要振作，我们想办法。你想，如果你爸爸真的害了欧叔叔的话，那欧叔叔一定是有什么事情成了你爸爸的阻碍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现在一定要顺着你爸爸，你一定要顺着你爸爸，要不然就不知道你爸爸会再做出什么事情来。长青，我不能让你出事，我不能让你出任何事。你记住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好好的保护好你自己。你只有保护好你自己了，我们才可能把你外公留下的沈氏保护好，我们才可能为欧叔叔讨回公道，所有的事情才有可能一切从长计议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振作起来，你一向都比我勇敢，也比我坚强，你加油，你振作起来好不好？长青，长青。长青，你要振作，你行的。
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。长青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王叔叔，我们开始吧。好。为了保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我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二位，就是在这个……王叔叔，我们都已经很明白了。再说，父女之间做股权协议转让，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？哈，是啊，长青说的对，快把协议签了吧，一会儿还开会呢。好，来，你看一下，如果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在右下方签字。嗯。长青，爸爸，有件事情我要找你商量，希望你可以答应我。哦，什么事啊？我想进沈氏实习。这个啊，长青啊，你现在记忆还没完全恢复，爸爸希望你好好休养，配合医生进行治疗。等你的记忆恢复之后呢，再去实习也不迟啊。爸爸，我每天待在家里都快无聊死了。还有，丁佳慧总是说我不学无术，无所事事，我不想再被她那样说了。而且现在连李佳都去沈氏实习了，也没人陪我玩了。爸爸，你就让我进公司吧。长青啊，这件事情你让爸爸再考虑考虑。反正我不管，我就是要进公司实习。你帮我安排一下，周一我就去上班。好，长青啊，既然你这么想去，爸爸马上就给你安排，好不好？真的？嗯。谢谢爸爸。哎，这孩子。陈主管，听说你们部门今天会来一个大人物啊？董事长的千金今天会安排到你们部门实习，你可要留心了，那可不是好伺候的。在我这儿，不管什么来路，都必须一视同仁，凭本事说话。我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只靠关系开好门，却一点能力都没有的人。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得罪了董事长的千金，那可没你的好果子吃。我在沈氏能有今天这个位置，完全是凭我自己的能力和业绩说话。在我底下做事，同样也是这个标准。别拿什么关系和背景来说事。丁特助，慢走，不送。陈主管你好，我是实习生沈长青。你的简历呢？我看过了。你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。来我们部门实习啊，暂时也安排不了什么事情给你做。你呢，先观察观察我们的工作流程。不过，前提是别影响到我们的正常工作。是。都改了3次了，怎么拿出来的东西还跟豆腐渣一样？这样的策划书怎么拿得出手？怎么见人啊？对不起啊，我再去改啊。再给你1天时间，再拿不出一个像样的计划书，你就考虑一下收拾东西吧。要么换部门，要么走人。我这里位子有限，容不得一个混日子的。我知道，
喂，我是什么？改到今天下午3点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这次真的完了。本来要明天，现在下午3点就要交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当初啊，也是你自己争着要做这个策划书，啊，现在怎么样？我机会给你了，结果呢？我那什么，我3点以前，我争取，不是争取，我一定重新再做一份。行，去吧。怎么了？我帮你试试怎么样？你呀，嘘，别让别人听见了。主管。不错，终于开窍了。来，跟我一起去开个会吧。好，待会儿在会上把你的思路跟大家好好说说啊。好，行。走。关于公司新项目开发的事情，在座的各位有什么想法吗？董事长，最近我们的项目部进行了一些市场调查，发现大家对一些有特效的中草药化妆品需求量很大，特别是有规模、口碑好的产品更受欢迎。而我们沈氏正好具备了这方面的条件，所以我们项目部上交了一份相关于中草药化妆品的企划书。刘经理呢，这个关于中草药化妆品的提议，我觉得很好。回头大家可以朝这个方向多多去想一想，提出些建设可行的方案。最好是能够找到有价值、有市场潜力的新药方，开发出优良的新产品。时机不等人，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。对沈氏的企业形象和未来市场份额的占领，都至关重要。是。有种爱叫做放手，为爱天长，天不天长地久。喂，这脸上涂的什么呀？吓死人了！哎呀，丁佳慧嘛，这没事就跑到公司来找我茬，我这2天可上火了，火全都冒到脸上，长成了痘痘。幸好我有我的祛痘法宝。可是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一股中药味儿。不知道了吧？这可牛了，祛痘，而且不留印呢。用完它之后，你的皮肤会变得水水嫩嫩的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。真的这么有效啊？
真的真的不骗你，这可比那商场里卖的成百上千的化妆品好太多了，而且人家是纯天然中药配制而成耶。我就说嘛，我一直纳闷，看你平时也不涂什么化妆品，可是你皮肤一直这么好，原来啊是有这个法宝。这可是我们老家一个大有来头的老中医，人家亲自配制而成的，在市场上买不到。爸爸，佳慧啊，什么事啊？现在公司要开发中草药化妆品，我想提出申请，让我来负责。佳慧啊，这个新项目非同小可，从原料到配方，从研发人员到生产线，全部都要上心，投资起码要几千万。你来当项目经理，你觉得自己能够胜任吗？我觉得以我的能力，应该没有问题。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，这可不是小打小闹的事，需要各部门的配合。公司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这样一个项目，以你的资历是远远不够的。爸爸，去吧。做不了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我就不相信我做不了，我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这可是我们老家一个大有来头的老中医，人家亲自配制而成的，在市场上买不到。看来我得找到潜在项目，拿到配方，才能说服我爸。方助理，麻烦帮我查一下一个老中医的相关资料。关于上次提到的中草药化妆品的开发，大家有什么提议吗？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收到一份方案。怎么，沈氏上下这么多的部门，这么多的人才，难道就一点提议、一点想法都没有吗？董事长，我有一个想法。我有一个开发排毒美容护肤品的初步构想，并且已经打听到了配方。详细的内容都在这份策划书里面。这个计划书做得很详细啊，丁小姐，您给大家说说，为什么选择要做排毒美容的护肤品呢？现代都市水、空气、环境污染比较大，人们工作压力也大，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长痘的烦恼。我选中的这款产品，不仅能够解决长痘困扰，还将更加突出排毒功效。事先可以预防各种各样的关于皮肤的问题，所以我想它一定会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的。我看这个点子不错嘛，中草药纯天然的产品，而且有长期调理的功效，显然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信赖。与同类产品相比较啊，它有潜力成为消费者的首选。我同意。佳慧啊，这个配方来源是哪里啊？上次开完会之后，我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找项目上。这个田医生和他的配方是中医学院的院长推荐给我的。田医生本人原本是中医学院的医术国手，所以说这个配方的来源是绝对可靠的。佳慧的这个方案做的确实很详细，也很完备。我看如果大家没有异议的话，这个项目可以马上启动。好，就由佳慧来担任项目主管，市场部、研发部还有财务部要全力配合她。佳慧啊，有什么问题和困难，随时来找我，直接和我沟通。你就放手干吧。谢谢董事长，请大家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。
等我把这个新项目开发做成，看谁还敢小瞧我。到时候，就算是沈家的那些老臣见了我，也得高看我一眼。你先看看这个。哦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呀！哎呀，程清啊，你说这个计划书吧，虽然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风险，但是一旦成的话，一定会100万利的。我想你用的那个面膜效果那么好，如果把它做成化妆品的话，肯定能够畅销。哎呀，长青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呢？你太有心了。你说我吧，用了那么多的面膜就是浪费，我一点都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大的商业价值。对了，你打算把这个给沈氏吗？不，我不会把它给沈氏的。我想找徐阿姨合作。啊？这是我创业的第一步。我爸爸在暗中做一些转移沈氏资产的事情，我怀疑他是想逐渐掏空沈氏，将来自立门户。所以你呢？所以，我必须现在开始从外部入手，暗中积蓄力量。我这么做，也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他发现，掩人耳目。只有这样，将来我才可以守住外公辛辛苦苦创下的这份产业，才可以守住沈氏的信誉和影响力，才可以守住沈氏的慈善善广，不会被奴为他用。可是啊，我就想啊，这么复杂的一个工程吧，它肯定需要厂房、生产线、技术工人，还有，肯定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。如果咱们要是没有一个像沈氏这样的集团做平台的话，我觉得很难实现吧。这些问题你都不用担心，徐阿姨她有一个现成的化妆品工厂，很多东西都有的。真的？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田医生，让他把配方授权给我们。我带你去找田医生。不过，这个田医生吧，他的脾气那可是相当的古怪。这是什么破地方啊！停车！停车！你不要命了！你压坏了我的宝贝命根子！你给我下来！就这些破草有什么稀奇的？让开，我还紧急的事情要办呢！你别挡我的道！你给我下来！真是不讲理的乡下人！够了吧？你，田老，时间到了！哎呀，我的药！田老，长青，你这份计划书做得太好了，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有这么大的魄力，将来一定能成大事。这么说，阿姨你是愿意跟我一起做了？这么好的项目，非常有必要去做。现在中草药化妆品市场的需求量非常大，而且这个配方呢，我真的使用过，效果特别好。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原配方，在原材料方面下足功夫，把好质量这一关，我相信市场的前景一定会非常不错的。现在除了尽快的谈下配方之外呢，资金方面咱们也得赶快做一个预算。那大概需要多少资金呢？我会尽快的做出预算来的。好，阿姨，我等你消息。好。
田医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很抱歉，都怪我有眼无珠，压坏了您种的草药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原谅我吧。回头我一定让人再帮您种上。种就不必了，免得污了药的灵性。你找我有何贵干呢？啊，我是沈氏集团的项目经理，我叫丁佳慧。沈氏集团，听说还是个很大的企业呀。没想到田老也知道我们沈氏。我们沈氏集团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化妆品行业的领导者，我们的产品一直也是备受青睐。这有几件我们的明星产品，这些产品持续几年来都是比较热销的，深受都市白领年轻女性的喜爱。打开！啊！把盖子全都打开！您来看看我们沈氏的产品，无论是从产品的研发和销售推广，都是具备国际业务水平的。这些就是你们公司的王牌产品？就是这些产品才让我们沈氏这些年在业界赫赫有名的。我们非常重视传统中医的药理，希望能够在中草药的研制开发上有所突破。经过千挑万选，我们研发部最终决定选用您研制的祛痘排毒药膏，所以今天我是来跟您谈合作的。你想买我的配方啊？不是买，我们知道这个配方是您花了许多心血完成的，就像是您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哪能说卖就卖呢？我们是想帮您申请专利，之后希望您能把这个配方授权给我们，让我们进行生产。我们有非常完备的生产线，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开发。我想这绝对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的配方是不会卖的，你可以走了。田医生，我们还会给您非常丰厚的经济回报的。像你们这样往化妆品里边胡乱掺东西啊，还居然敢自称是领导行业的公司，沈氏果然是大不如从前呐！哼，我是不会把配方卖给你们这样的人的。好了，走吧，快走，走人，走啊！走啊！走！你看看，我初步估算了一下，开发这个项目需要一个新的厂房，再加上员工啊、原料啊、各种隐形的开支，还有后期庞大的广告支出，那么咱们前期费用啊就要1000万。1000万？这么多啊？嗯，因为中草药化妆品和以往传统的化妆品是不一样的，它需要一些新的设备。再加上技术人员啊，还有开发人员，这需要一个新的班底来完成。这样的话，好像的确需要那么多资金。最近呢，为了这个项目，我四处奔走，我找了多家投资商跟他们谈，可是他们都觉得这个项目非常冒险，不愿来投资。我呢，你也知道，我现在有2个项目正在扩展之中，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流动资金。我凑了身边所有能用的钱，也就凑够了1半，所以资金是个问题。我外公在世的时候常常说，想要赚钱就要冒险，机会和风险永远是并存的。徐阿姨，您放心，剩下那500万的缺口，我来想办法。李佳，我不方便亲自出面，你帮我把这些东西拿到二手货的流通店，
如果老板愿意直接接收的话，你就便宜卖给他们；如果他不愿意接收，你就请他寄卖。啊，不是，这太复杂了，我怕我给弄错了。这个你不用担心。我给你几家店的联系方式。哦，这是几家店的联系方式，你要记住，把这些东西分几份分开送，免得引起麻烦。还有，你对老板说要越快越好，哪怕是便宜市场价的20%都没有关系。20%啊，这也太……现在也没有办法了，我跟徐阿姨要合作，缺少一笔资金，目前我们只能靠把这些东西拿去卖一个好价钱，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。你说当时要是别把股权给你爸爸就好了。当时也是迫不得已的嘛，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了，咱们只能尽力想其他办法了。今天真是气死我了！长这么大，我还从来没有对着一个人这么谦卑过。我使劲克制自己不要发火，一直绷着脸对他笑，绷得我脸都快抽筋了。那个怪老头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，说着说着，他就突然发作了，然后就变了脸回绝了我，还让我滚。好事多磨，任何事情都有不顺的时候嘛。可是你说我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啊？我不干了！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刚遇到一点挫折就打退堂鼓，你让那些董事们怎么看你？让你爸爸的脸面往哪里搁？我才不管呢！那个怪老头说了，他根本就不可能卖配方的，所以说谈不下来根本就不是我的问题，是那个老头的问题。够了！你也太任性了！你别忘了，当初是你哭着喊着要做这个项目经理的，你爸爸给你这个机会是希望你能够一展才华，可现在事情刚刚开始你就打退堂鼓，你让你爸爸怎么看你？他以后会怀疑你有没有做事的能力。还有，你不是一直希望把沈长清比下去吗？你不是一直希望把他踩在脚底下吗？佳慧，就为了这一切，你必须坚持下去，必须坚持把这件事做好，听见了吗？怎么样了？东区市都帮你出手了，结果一共还不到200万，离你要的500万差太远了。其实我也知道，就算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了也是不够的。再说我们那么着急出手，对方也一定知道我们急需用钱，肯定会使劲压我们的价。哎，那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别的办法？对了，欧叔叔生前留给我一笔财产。哎，可是你不是说那笔财产是由什么银行？哦不，律师行在监管吗？王叔叔是沈氏的老臣子，而且他对我也非常好。这一次，我想请他帮忙。王叔叔，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非常困难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帮我。沈小姐，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多钱吗？我想自己创业，但是我不想问我爸爸要钱，所以……你想创业？你能做什么呀？能具体说明一下吗？王叔叔，我可以跟你说，但我希望你可以替我保密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我想做中草药的化妆品，这是我的企划案。我的配方是不会卖的，你可以走了。这沈氏果然是大不如从前呢。好了，你走吧，走人。不卖是吗？就算是不卖，没有关系，我自有办法。我要你
帮我办件事。